听民间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欢迎收看老李故事会。宋朝年间，一天中午，宰相李旦下朝之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正在为国事担忧。最近几天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皇上突然迷上了神仙，而且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，有神仙的庇佑，因此一些阿谀奉承的官员就有了可乘之机，说皇上是天命所归，能保佑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就在皇上被吹捧得飘飘然时，江南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蝗灾，地方官员怕惊扰了皇上的神仙梦，居然迟迟不上报。只有宰相李旦敢直言进谏，但是遇到阿谀奉承一党的太师黄沾的冷嘲热讽，皇上听了也不高兴，说宰相李旦危言耸听，现在是朝廷不下令救灾，地方官更是得过且过，当地的老百姓就生活在水深火热里了。李旦正在想着如何救灾之时，听见轿子外面传来一声呼喊：“救命啊！”他急忙命家丁停轿，然后看见一个衣衫不整的汉子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了。宰相走下轿，前去观看，一个家丁把他转过身来，那个人已经紧闭着双眼，不省人事了，看样子应该是饿晕了。堂堂一朝宰相，肯定不能见死不救。他让家丁去旁边的饭馆买一碗稀饭。家丁前脚刚刚走，就来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壮汉，其中一个汉子行了一礼，说：“这个晕过去的人是他的弟弟，这个人脑子有点问题，经常乱打人，一直被关在家里，今天突然跑出来了，他们就是来找他的。既然有亲人来了，宰相也就放心了。”他嘱咐两人要好好照顾此人，两个连声道了谢，就扶着晕过去的弟弟准备要走。这时家丁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稀饭来了，救人要紧，宰相要壮汉把人先放下，吃点东西再走。壮汉迟疑了一下，转身不小心把家丁手里的稀饭撞落在地。壮汉不停地自责，然后说要带着弟弟回家去看病。宰相点了点头，看着两人远走的背影，他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于是叫来了两个家丁，在耳边说了几句，就坐轿回家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一个时辰之后，两个家丁背着刚才那个晕倒的人回来了。原来刚才两个认亲的人把他背出城，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准备对他痛下杀手，要不是宰相发现可疑，让家丁尾随，这个人就惨遭毒手了。人是救下来了，但是那两个杀手跑了。宰相叫来了郎中，给昏迷的人一碗汤药下肚，没过多久他就醒了。原来汉子名叫王铁柱，是浙江绍兴人，因为家乡闹了蝗灾，村里的庄稼都被蝗虫吃完了，他带着村民来到县衙求助，县太爷居然不闻不问，还要人把他们给打了出来。王铁柱气不过，就去府衙告状，知府就把王铁柱给拘禁了，并且让县太爷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。县太爷就安排王铁柱闹事，就把他关了起来。一天晚上，王铁柱趁着看守他的人不注意，就逃了出来，跑到京城来，想面见皇上，求皇上救救老百姓。县太爷发现王铁柱跑了，心想他应该是去了京城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就让官差换上老百姓的衣服，准备在途中把王铁柱抓回去。王铁柱为了逃避追捕，一路上不敢走大道，只能走上路，吃了不少苦，最后才会晕倒在宰相的轿前。看来蝗灾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。宰相一边叹气，一边暗自下决心，明天早朝一定冒死进谏，力劝皇上治理蝗灾，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。第二天早上，宰相就带这王铁柱上了朝。在朝堂之上，他把昨天王铁柱所说的情况都一一说给了皇上听，然后劝说皇上，江南地区是国家的粮仓，一旦被蝗灾侵袭，老百姓就会闹饥荒，到时候就会民心不稳，还有一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，也必须严惩不贷。
不少官员也跟着附和，都在纷纷地指着宰相的危言耸听，夸大其词。宰相正在思考应对之策，这时候王铁柱不耐烦了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然后说道：“皇上，宰相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现在庄稼地里已经没有粮食了，都被蝗虫吃光了。再不想办法治理，今年庄稼颗粒无收，来年也会跟着遭殃啊！如果有半句谎言，草民愿意以死谢罪。”皇上听了之后皱了皱眉头，李爱卿，这位就是来自江南的农夫吗？他已经离家多日了，根本不了解家乡现在的情况。朕这里有刚刚从江南送来的奏折，那里的蝗灾已经消灭了，不信你可以看一看。朕有神仙保佑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肯定不会让蝗灾横行的。你不能仅仅只是听了这个农夫的一面之词，就在这里说这么多官员都在说假话吧。既然蝗灾已经消除了，那李爱卿就不必担心了。原本还有几个官员是支持宰相的，但是看到皇上的态度之后，也都没有再说话了。宰相为了找出地方官员奏折上的漏洞，他提出要看奏折，皇上点头答应了。宰相看过奏折之后笑了笑，并且很快想到了对应的办法，说道：“皇上，奏折上有官员说蝗虫飞来飞去飞死了，有的官员说蝗虫飞到河里淹死了，还有的官员说蝗虫自杀死了。看来真的是神仙都在保佑皇上，皇上吉人天相，有神仙帮助那是情理之中，但是蝗虫自杀那可是千百年来闻所未闻的事情，到底是真是假？皇上是不是要派人去验证一下？”宰相胸有成竹，只要皇上派人验证了，那肯定会拆穿他们的谎言。皇上虽然相信自己的神威，但是蝗虫自杀这样的事情他也是半信半疑，于是就跑了太监前往江南一查个究竟。谁知道几天之后，太监带回来的消息就是蝗虫真的是自杀死的。为了能够让皇上相信，他特意从江南带回来了蝗虫，要在朝堂上面演示一番。宰相看都不想看，知道是骗人的把戏。但是皇上却是兴致勃勃，赵太监叫人从笼子里面把蝗虫放了出来。赵太监口中说：“尔等害虫，见到皇上还不快快伏法。”说来也是奇怪，不一会儿蝗虫就死了。一些大臣靠近仔细观察过后，非常兴奋地说：“死了，死了，真的死了！皇上有上天庇佑，皇上神威。”然后整个朝堂都响起了赞扬皇上的声音。散朝之后，宰相郁闷地回到家里，王铁柱问他什么事情，他就把朝堂上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当王铁柱听到蝗虫自杀的说法之后，非常气愤地说：“他们肯定在蝗虫上面做了手脚，应该是给蝗虫喂了慢性毒药。难道真的会有文武百官愿意相信蝗虫会自杀吗？”宰相郁闷地说：“朝中有不少官员是心知肚明的，但是皇上相信，他们又不想让皇上不开心，所以就没人去说出真相。可是他们这样做就成全了那帮阿谀奉承的官员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皇上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，蝗虫不会自杀。”过了一会，王铁柱说：“既然皇上相信有神仙，那草民有一个办法。”王铁柱把想法跟宰相说了。宰相听到之后面露喜色。当天下午，宰相就去面见皇上，并且对皇上身为灭杀蝗虫的事情真是赞不绝口，并且提议要举办一个庆典活动，来展示有神仙保佑大宋。皇上听了之后非常的开心。很快，宰相话锋一转，问道：“皇上，还记得那天微臣带上朝的农夫吗？”回去之后就审问他，发现他竟然是一只蝗虫精。皇上立马来了兴致，说要去看看蝗虫精。很快，皇上就随着宰相来到他的家里。宰相的会客厅内，王铁柱被绑在一个台子上，有带刀的家丁站在两边。
皇上落座之后，一边喝茶一边问道：“你真是蝗虫精？你来京城做什么？”王铁柱哈哈一笑：“我当然是蝗虫精了。听说皇上有神仙的保佑，我特地过来看看。没想到朝堂之上居然有人相信蝗虫会自杀。现在我的同类正在江南庄稼地里快活，真是大快人心。”宰相大声怒道：“大胆蝗虫精！你在这里满口胡言，赶快喷洒农药，让他现出原形！”家丁马上喷洒农药，一阵烟雾过后，王铁柱不见了，捆绑他的绳子也丢在一边，台上只有一只很大的蝗虫。蝗虫精依然不服气地说：“不是听说黄威可以杀蝗虫吗？你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莫名其妙的死去的。”说完还在台上不停地爬着，一袋烟的功夫，蝗虫还是安然无恙。他突然飞起来说：“不和你们玩了，我要去江南找我的同伴了。”这就飞走了。皇上看着蝗虫飞走的身影，愣了半天没说话，转身就回宫去了。皇上走后，王铁柱从台下钻了出来，说：“希望皇上这次能醒悟过来，救救江南的老百姓。”第二天，皇上就下旨让宰相去江南消灭蝗灾。几天之后，太师和赵太监他们一帮阿谀奉承的官员都被罢官了。从那之后，皇上没有再迷信鬼神，他励精图治，开创了一个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好时代。故事讲完了，欢迎关注老李说民间故事，老李每天会持续更新更精彩的民间故事。